人魂穿后高烧90度，与8000位神颜爱豆同台竞技。虽然幸运的排在第7成功出道，但却被评为顶流男团中最差劲的吊车尾。9亿粉丝89%都是他的铁杆黑粉。刚掌控这副身体时，他不但没接收到原主的记忆，还在直播时发了一通起床气，揪着陌生男人的衣领质问：“你是谁？”直播间的观众直呼卧槽好帅，夏明星猛地朝他扑过来，赶忙叫唤着队长别拍了。秦彻差点就在全球黑粉面前走光。萧逸啪的一下将自拍杆甩开，2个脑袋在萧逸身后冒出，着急的往房间望去，在看到此等此景时，脸上露出了如出一辙的空白表情。夏明心大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边刷牙边思索的秦彻依旧无法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实。在原深的记忆里，秦彻是当下最火的 LJN 男团成员之一，拥有黑发红瞳的出众外貌，按理说单凭这张脸也能走红。虽然是被经纪人硬塞进团的，但好歹会唱歌跳舞，有点实力。然而原深吃软饭，事事依赖队友，被团粉骂得狗血淋头，被指责是寄生虫，导致人气在团内垫底。9亿粉丝中黑粉占比高达89%。团队全员活动时，其他成员都有应援，轮到秦彻这儿只有不堪入耳的骂声。起初还有些颜粉，可因为他猥琐的表现，这张脸也让人看了恶心。男团成员分别是 rap 担当夏明星、领舞担当萧逸、门面担当何思北、主唱担当苏妍礼，以及被视为废物花瓶的秦彻。原身确实是个十足的废物，但凡努力些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境地。可如今他进入了这个世界里秦彻的身体，那原本的秦彻又去了哪里？难道两者交换了？想到这种可能，秦彻就觉得头疼。如果有朝一日能回到原世界，只希望人设不要崩得太离谱。洗漱完毕，换好衣服，秦彻刚踏入客厅，4人便齐刷刷地看向他。夏明星小声地喊了声彻哥，秦彻对上他那躲躲闪闪的目光，意识到自己刚把这小子吓得不轻，毕竟自己可是入选过年度最恐怖起床气排名的。他不动声色地应了一声，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队长萧逸率先打破沉默：“阿彻今天早上实在抱歉。”秦彻礼貌地回应：“没关系，是我分不清楚场合了。不管怎样，今早确实是他的不对。”从记忆中得知，今天要做宠粉直播，第一环节就是向粉丝展示爱豆私底下最真实的一面，叫人起床自然是最万众期待的。只不过现在被他搞砸了。这期间何思北一直在偷瞄秦彻，显然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过去那个只会故作柔弱的秦彻联系起来。要是以往遇到这种情况，秦彻肯定会委屈的反驳说不是故意的，然后惹出一堆麻烦。苏妍礼也把目光投向秦彻，那被胡乱抓出的凌乱发型，却将他的脸衬托得更帅气。一双桃花眼不笑时多了几分锋利，只可惜性格太垃圾。直到秦彻抬眼与他对视并微微点头，苏妍礼不禁一愣，这真的是秦彻吗？秦彻即便有着原身的记忆，也拿捏不准和他们聊天的分寸，毕竟一直以来都是原身在他们身边吵闹，而他们也只是碍于团队情面敷衍几句。他的性格与原身截然不同，如果还要继续直播，他愿意道歉。萧逸没想到他还在乎直播，思考片刻后提议，不如在吃早餐的时候开吧，就当是吃播。一旁的夏明星回过神来，见秦彻似乎好说话了些，便鼓起勇气拉近彼此的距离。今早上彻哥问我是谁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还以为彻哥真不认识我们了。边说还边露出傻笑，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秦彻一直用平静的眼神看着他，既不应和也不反驳，仿佛在默认他说的都是事实。夏明星呐呐地喊着秦彻，秦彻哈哈一笑解释道：“那只是个乌龙。”这笑声非但没缓和气氛，反而让夏明星尴尬的想撞墙。大家都觉得秦彻变化很大，过去的秦彻就是个缠着别人的麻烦精，每个动作都像是精心设计好的，和他相处久了只会觉得无趣烦闷。要不是当初被经纪人塞进来，本该是4人团出道。刚开始大家还以为秦彻有能力有天赋，结果相处1年后发现他就是个花瓶，能进团也只是背后有猫腻。想起这些，萧逸忍不住捏了捏眉心，只希望这次的变化不是秦彻的又一个剧本。这时手机铃声响起，秦彻刚接通，经纪人就劈头盖脸的骂过来：“你究竟要给我惹多大麻烦才能消停？我费了好大劲才帮你公关下来，你现在立刻上微博澄清，再捅娄子就滚回家。”说完便愤怒地挂断了电话。好久没被人这么大声骂过了。苏妍礼关心他没事吧？秦彻顺手揉了揉他的头发，没事不用担心。被按住脑袋的苏妍礼一愣，眼前的秦彻唇角含笑，神色柔和，再配上那双漂亮的眼睛，让人几乎要沉醉其中。等苏妍礼回过神来，耳尖瞬间红透，他该不会以为自己真的在关心他吧？秦彻的大脑也在飞速运转，心中暗叫失策。他下意识地像安抚后辈一样摸了摸对方的脑袋。不过对于原主来说，这可是严重的人设崩坏。他赶紧转移话题问萧逸：“现在网上有什么舆论吗？”其实从起床到现在还不到1小时，可惜当时的直播没来得及关，就那短短3分钟的回放，网上已经掀起轩然大波。LJN 男团人气本就很高，即便没有公司刻意买量，单凭粉丝也能上热搜。只是大家都没想到，秦彻一人就上了3条热搜。何思北问他不生气吗？以往这种情况秦彻早就发脾气了，哪会像现在这般冷静？秦彻无辜地歪了歪头，为什么要生气？夏明星惊呼一声，像是受到巨大惊吓，坏了，自己好像又崩人设了。原身的脾气得有多臭啊？萧逸严肃地问他究竟是不是秦彻。该来的还是来了，4双眼睛落在秦彻的身上，压迫感极强。他用失忆当作借口，
萧逸没想过他会这么说，一个正常人没经历过身心创伤，也没有什么事大到让他想要封闭自我，就这样说自己失忆了，这个借口未免太可笑。夏明星突然拍手，该不会是我今天早上打扰到了彻哥的休息，然后害得彻哥失忆了吧？三人同时沉默住，这小子究竟是傻还是天然呆？秦彻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多亏了夏明星的话，气氛逐渐缓和。何思北问道：“你这个理由绝对会被经纪人驳回的，粉丝们也绝不会认同。”苏颜里也应和道：“不如你就按照往常的语气澄清一下算了。”秦彻顿了顿，拿出手机翻出了个人微博，微博后台消息多到爆炸，点赞1000，转发几百，剩下的几千条评论全都在喊他滚出 LJN。秦彻难不成是瞎的吗？面对这么大的恶意，还能够当作无事发生的更新日常？不过要是他以这种语气发微博澄清的话，绝对会造成反效果的吧。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机，现在我无论出面说什么都不会被在意，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了，不如现在先走一步再看一步。以前确实是我不对，刻板印象这个词一出，大家都哑口无言，即使知道秦彻并不是在说他们，在对号入座后，每个人的心里都稍微的有些别扭。活宝夏明星凑到秦彻面前，秦彻一时间不太习惯这种距离，身子往后稍稍仰了一下，就瞧见夏明星仿佛受伤的小狗一样，果然彻哥还是在生我的气吧？秦彻表示没有。那你推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他伸出手揉捏了一下夏明星的脸，你这脑袋整天都在想什么？两人之间的互动在以往从未出现过，明明是很奇怪的场景，但旁观的3个人一声不吭。其他人下楼取外卖时，房子里只剩下萧逸和秦彻2个人，可以说是其他成员特地给他们空出聊天的地方。阿彻，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一定会接受现在的你。不过接受一个人同样需要一些时间。抱歉，这话说得很直白了。秦彻愣了一下，毕竟以前他做过的那些事情，给 LJN 男团带来的麻烦，这种疤痕不可能是擦了药就会好的，而且他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大到足以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被夺舍了。秦彻抬头看向萧逸，忽地露出个笑来，谢谢你队长。夏明星一行人拿着早餐回来的时候，明显察觉到两人之间的气氛变了不少，准备开播了。3、2，大家好，刚刚的直播因为一些原因暂停了，很抱歉让大家等了那么久。眼看着弹幕隐隐有吵起架的感觉，萧逸话题一转，大家吃早餐了吗？夏明星凑到镜头前，要好好吃饭呀。有他这一个近距离的美颜暴击，弹幕也暂时没有心思去管秦彻了。桌上都是其他4人在调和气氛，秦彻对自己的定位一向有很清楚的认知，只要他不说话不打扰到队员们，这场宠粉直播才算得上是宠粉。夹起一个小笼包放嘴里尝尝，秦彻皱了皱眉头，淀粉含高了，小笼包里的肉少得可怜，口感很差，味道也一般。豆腐花秦彻喜欢甜的，起码甜食还是会让人心情愉悦。想要继续品尝美食时，就看见夏明星正睁着大眼睛。怎么了？夏明星将手上的茶叶蛋掰成2半，将其中一半讨好似的递到秦彻嘴边。彻哥，你尝尝这个。弹幕全都是难以言喻的尖叫拟声词。秦彻有些疑惑，他没有拒绝，刚想伸手接过，可夏明星那副模样明摆着想要喂他吃，无奈下便咬走了夏明星手上的茶叶蛋。刚咽下，那边的何思北像是早在等候，举着勺子到他的面前，试试云吞。大家怎么都来投喂他？难道是想展现一下团魂，帮自己挽回一下声誉？秦彻也乐意配合，吃下云吞，芝麻的香气流连在唇齿之间，让秦彻眼前一亮。萧逸轻笑出声，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吃个早餐都能吃成5星级大餐的感觉。骨节分明的手握着最平常不过的餐具，却像是握住了音乐家的指挥棒，只是看他的神情就能知道好吃与否，实在是太有趣了。苏颜里没忍住，上手搓了2下秦彻的脸，偷偷报复刚刚秦彻摸他头发的事。秦彻倒也没有生气，夏明星突然扑到了他的背上，格外开心地蹭着秦彻的后脑，下次一定会给彻哥买更多好吃的，让彻哥吃个够。秦彻被这2人夹在中间，朝萧逸和何思北投过去求救的眼神。何思北的眼睛弯弯，本身就是门面担当的他，这一笑起来简直耀眼至极。何思北在他的注视下掏出手机，并且朝他这边靠拢。他眼睁睁地看着何思北打开相机，比了个耶的手势。一脸无语的秦彻和在他身上的2人，构成了何思北自拍中的背景板。刚想着朝队长呼救，萧逸就微笑地举着手机，同样比出了个耶。直播间的观众已经看麻了，一开始他们还能麻痹自己，认为夏明星等人给秦彻喂东西吃，只是为了帮秦彻摆脱耍大牌的标签。但是现在看这5人其乐融融的模样，他们又开始有些不确定了起来。要说粉丝现在最大的感慨，莫过于是陛下、皇后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笑过了，可他们竟然是和秦彻在一块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那可是丑闻不断，绝世花瓶，做天做地的秦彻呀。当有人为他说好话时，大家立马群起而围攻之。秦彻绝对不是好人，他所有的举动都很做作，这2点像是刻在了每位粉丝 DNA 中，无论是单推还是团粉，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排挤秦彻。何思北把那张自拍发到了微博上，并配文2片面包加芝士。萧逸也把自拍照发了上去，粉丝们集体沉默了。亲爱的，你要是被威胁了你就直说。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这场直播在后来会被无数的新粉攻起来观看，就像是命运之神开的玩笑似的。现在被无厘头嘲笑的秦彻，会在未来变成粉丝心中神一般的存在。99位神颜爱豆同台竞秀，面瘫男主靠18亿飞粉一夕顶流。
宽肩窄腰的05舰队长萧逸，粘人可爱的天才 rap 夏明星，追求完美的颜值担当何思北，天籁歌喉的王炸 vocal 苏妍礼，顶流男团一场直播圈粉无数，互动环节你问我答，例如秦彻什么时候滚出 LJN 男团的新歌是什么风格，夏明星卖起了关子，公司不让我们剧透，不过看在咱们关系这么好的份上，何思北接过话茬，是酷酷的风格。苏妍礼表示大概会很炸，作为团内的 vocal 担当，他随口哼的调调就足以让粉丝们浮想联翩，在万众狂欢的时刻，只有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秦彻缩在沙发的一角，虽然上辈子是个影帝，但他哪唱过歌跳过舞啊？秦彻淡定地喝了口水，现在只期盼原声还有肌肉记忆了，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练习室吧。镜头跟着萧逸的动作晃动。LJN 男团作为星月公司的摇钱树，不仅是5人间的顶配大别墅，里面配备的设施也高达3亿。一想到自家爱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挥洒着汗水，粉丝们都高喊跳一小段。Devil 专辑的第一首推你，舞台真的很性感。业务能力极强的队长浅笑一声，熟稔的炒热了气氛。大家可以选一个人来表演一段哦。此话一出，站得远远的秦彻都能看见，本来还规规矩矩刷过的弹幕，瞬间像是火山爆发了似的，一大片除了秦彻以外的名字叠加在一起，个个单推粉谁都不让谁。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启，秦彻观望了一下，决定不说话，继续当透明人，摆烂躺平看着队员 solo。各大站姐开始展示财力，一时间礼物特效霸占屏幕，萧逸连忙关闭送礼物的选项，再次切回到直播间主页面，就瞥见了格外显眼的弹幕，让秦彻来，铺满全屏的金色火箭，达到8万才会有这种特效。观众们的注意力瞬间就被吸引，原本还想要自推 solo 的观众们，像是默契的统一了战线。萧逸回头看了看秦彻，他没有想到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会给自己的队友挖下一个坑。夏明星见他不说话，便起哄道：“一哥，快公布谁要来 solo 啊！”接着他凑到屏幕前，在视线触及到直播间时顿住，不明所以的何思北也走过来。苏妍礼见他们迟迟没回应，便也凑过去。4个人排成一队，呆得像企鹅。沉默是今晚的 LJN 男团，他们看向发呆的秦彻，真的可以吗？这样好吗？要不重新选一个？可弹幕实在是太整齐了，全屏都是秦彻2个字，4人的脑海中过了一遍未来。等一下秦彻 solo 被粉丝嘲讽，上热搜被买黑料，粉丝朝公司施压，公司迫于压力和秦彻解约，然后秦彻离开 LJN 男团，太恐怖了。夏明星眼泪汪汪，萧逸按了一下他的脑袋，朝秦彻问道：“阿彻，粉丝们想让你单独来一段 solo， 怎么样？”被喊到的秦彻回过神来，他眨了眨眼睛：“你说什么？”看他这反应，4人心中都有些不安，该不会真的会变成他们想的那样吧？镜头来到莫名其妙成了主角的秦彻身上。说实在的，他在听到自己被观众选中时还有些不相信，毕竟自己的人气和实力远不如其他队员，再怎么说 solo 也轮不到他才对。他往镜头前一站，除了能完美的维持一张扑克脸外，其他的一无是处。不过秦彻点点头，说了句好的。夏明星惊得起飞，等等彻哥你说什么？何思北说道：“那就跳吧。”苏妍礼伸手捂住眼睛，你想要跳哪首歌？秦彻搜寻了一下原声的记忆，就跳 The Night 吧，这是他能找到的和原声最有共鸣的歌曲。只是稍微想了一下，与这首歌相配的动作就出现在脑海里，原声绝对为了这首歌练了很久，而他是个演员，演戏的天赋可是顶尖，现在他要扮演秦彻了。苏妍礼准备好了音乐，朝秦彻比了个 OK 的手势，他微微点头示意可以播放了。萧逸将镜头的中心位置对准他，摆好一开始的 pose。秦彻闭上眼睛，在睁开时，浑身的气质忽的一变，就好像成为了另一个人，流利而富有力道的动作，随着音乐的节拍变动，每一个位置的变动，手臂摆动的幅度，恰到好处的神情演绎。他跟随记忆中的动作在现实中复现，手指张开又握住，每个指尖的力道都被控制得十分精妙。镜头顺着他的手臂向下，又被带着起来落在他的锁骨前，枪模样的手朝镜头粉丝一击爆头。秦彻眼神变化，嘴型随着歌词模拟出开枪的音效，就好像是真正的杀死了自己的爱人。演唱者的声音慵懒低沉又迷人，像是深夜里放着古典小提琴的酒吧。最后音乐落下，夏明星张大了嘴巴。秦彻的状态脱离得很快，作为演员最忌讳的便是在戏外也沉浸在扮演的角色中。他拨了拨在跳舞时落在了额前的碎发，夏明星激动地扑倒在彻哥身上，小狗眼睛一亮再一亮，要是他身后有尾巴，现在说不定已经摇成了螺旋桨。他抱着秦彻胡言乱语，彻哥实在是太帅了，不愧是彻哥。何思北又上前抱住他的另一侧手臂，阿彻真的太棒了，我就知道。他也开始和夏明星一样胡言乱语了。何思北脸颊都红了，一看就很兴奋。苏妍礼才反应过来，他找不到秦彻身上空着的位置，只好退而求其次站在了秦彻的身边。阿彻，你有那么厉害的技能，怎么不跟我们说？帅死了。秦彻想了想，很是认真的回复，因为秦彻本身就很优秀了。3个人愣了愣，都把这句话当作是秦彻的自夸，不过他们一点也不反感，反而是都开心的笑了。夏明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刚刚自己看到那场舞蹈后的心情，特别是到了歌曲中 rap 的部分，他一边轻声的跟着哼唱，一边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秦彻。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好像成了秦彻最好的搭档，灵感擦出的火花让人肾上腺激素飙升，每个人的脑子都晕乎乎的。
似乎中了一种名为情彻的病毒。华雅是个平平无奇的富二代追星族，不会刻意的去关注偶像们的行程，顶多是出物料时包个20套放在家里，专辑也是千张起步。他在圈内一直被称为天使投资人，如此雄伟的财力让新公司都有关注，每次出新物料都会暗中给他送一份，只希望这位阔姐不会爬墙头跑路。不巧的是，这一位阔姐也不喜欢秦彻，结果今天看直播间时，便见秦彻正处在镜头边缘地带发呆，这和他平常总是争 C 位的作风相差太多。华雅顿时就来了兴致，大手一挥，8万礼物点名要秦彻上台。大家点进主页一看 ，LJN 男团超话主持人正主亲自下场，豪掷千金为秦彻争取了个 solo 机会，绝对是想让秦彻出丑吧。不过所有人都没料到，秦彻接下来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这场 solo 的厉害程度，不亚于在演唱会上完成了一次神级舞台。就算是秦彻穿着最简单不过的家居服，甚至发型和妆造都没做，但歌曲一响，舞蹈一出，众人仿佛都对秦彻有了滤镜似的，看他哪哪都好像是在发光。粉丝们想在秦彻身上看到的实力，在这一刻被展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动作的幅度和细节的控制，乃至于神情的把握，卡点节奏、高难度舞蹈动作，秦彻全都完美的展示了出来。明明是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粉丝们却不这么认为。你明明有这样的实力，为什么不展现出来？你害得其他团员收拾烂摊子，结果现在你告诉我，你只是懒得表现实力。铺天盖地的愤怒顿时席卷了所有的粉丝，他们完全不接受这样的结果。要是秦彻一开始正常点， LJN 男团也不至于为他停滞不前。如果秦彻从始至终都是这么有实力，那么 LJN 绝对会成为世界级顶流男团。萧逸也没有想过弹幕接下来会是这样的展开，粉丝的情绪他们都很清楚。其实在观看完秦彻跳的 The Night 之后，他们何尝不是心里五味杂陈。秦彻为什么选择自甘平庸，总有种被欺骗的感觉。萧逸在这一瞬间想起，今天早上秦彻告诉他自己好像失忆了，原认为这是秦彻为逃避直播事故而想出的一个拙劣的借口，现在不得不重视起这句话。秦彻站在镜头正中央，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希望我的表演能让大家开心，很抱歉曾经给团里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让大家失望了那么久，从今以后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弥补这些年我犯下的过错，成为配得上 LJN 男团的人。他朝着镜头深深鞠了个躬，粉丝们心神一震，没料到秦彻会这样说。不过他们反应过来后，又想起秦彻的为人，信用度都那么低了，刚刚那些宣言说不定只是好听而已。夏明星本来就是感性的人，听到彻哥真挚无比的发言，眼里早就闪着泪花了。不过正在感动上头时，他手心里突然被人塞进来了一根杆子。夏明星的脑子短路了一瞬，他下意识地将镜头扶稳，并对准了将自拍杆交给他的萧逸。萧逸自然而然地揽过秦彻，对着镜头道：1个星期前，我就经常看到阿彻练习舞蹈练到深夜。秦彻顿住了，他抬头看了萧逸一眼，记忆里秦彻可从没干过这种事。萧逸面不改色继续编，练好了一首歌后又会去练下一首，每次都很努力。不过我觉得阿彻可能是有些小别扭，什么都不和我们说。不过呀，我们都知道。苏妍里立即反应过来，加入了这场煽情大戏。是啊，我编曲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何四北也走到了秦彻身边，阿彻很早就想改变自己了吧，然后戳了戳他的肩膀，就是不好意思说罢了。彻哥，这声夏明星饱含感情的呼喊，一下子将气氛拉到了最高档。秦彻别过头去，苏妍里戳了戳他的脸，看吧，耳朵都羞红了，今天表现得很棒。秦彻难为情的沉默，这群人好像比他还会演戏，不过他并不讨厌这种感觉。萧逸伸出手，以后也请多指教。秦彻点点头，会握住他的手。好的，萧逸队长。还有我是 vocal 担当苏妍里，我会 rap。我是夏明星，我什么都会一点。我是何四北。两只相握的手上又放上了其他3只手，大家相视一笑。镜头前 ，LJN 男团好像重新成立了一遍，这边其乐融融，弹幕却像是被踩了尾巴似的，开始发起疯来。有的人还在给秦彻挑刺，说他卖惨求流量。不过弹幕上突然出现我很满意这4个字，如雷贯耳，惊天动地，配合上最璀璨的金色富豪特效，全场的焦点汇聚于此，大家瞬间沉默了。这是很纯粹的欣赏，不夹带任何一点私人情感的。下次加油！直播间关闭后，粉丝们这才如梦初醒，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殊不知另一件事情正悄然萌芽，一则视频录屏很快冲上2000万点赞。秦彻直播时跳的舞被误入直播间的观众放到了网站上，每刷新一次就会引来无数人围观。不过视频的评论区呈现2极分化状态，知道秦彻是什么德行的粉丝开始冷嘲热讽，科普起秦彻曾经干过的种种劣迹，主打一个狗进来都得给我扇秦彻一巴掌的态度。这场战争最终以另一个视频的出现终结。秦彻道歉的直播录屏，结果便是想要看乐子的路人，单纯喜欢舞蹈的观众，想监督秦彻的粉丝，全都涌进了秦彻的微博。不过秦彻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夏明星将脑袋埋在秦彻的怀里，可怜兮兮的抽泣着。何四北在旁边嘲笑，都说让你别看那么多煽情片。夏明星吸了吸鼻子，眼睛红红的，说话时还带着点鼻音，我真是太感动了。萧逸在一旁拍了拍手，好了，训练时间到。这次秦彻没有和往常一样逃脱训练，反而很是认真地听着萧逸的安排。由苏妍里和何四北负责作词作曲，萧逸则是负责编舞，夏明星负责曲内高潮部分的 solo。放在往常
4个人将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之后，直接喂到秦彻的嘴边就行。不过由于秦彻这次变化很大，萧逸询问他想尝试一下作词作曲或者编舞吗？其他3人眼神里满是期待，可能这就是被认可的感觉吧。不过秦彻还是那句话，我的实力还跟不上大家，能够先学习一下吗？我们家秦彻变成好学生了。夏明星一激动就想往秦彻身上扑，无家有而初长成的感觉莫过于此。不过他扑到一半，就被苏颜里滴溜着衣领拉回原位。这次新歌定位是很酷的风格，5套相同的黑色紧身制服，还有披风和帽子，其中用来装饰的小物件是根据每个人的特色专门设计的。新歌的名字为 Superior 上位者。不过在看见这身制服的瞬间，秦彻脑袋里闪过很多东西。他曾经还是个演员时，在一部警匪片里出演过小警察，那套制服和现在这套差不多。由于穿在身上的效果太好了，他饰演的警察一经露面就引起了哗然大波，观众们都猜测他是幕后 boss。反正怎么都看都不像是路人甲。这部警匪片的热度在讨论声中不断攀升，到最后演变成了秦彻在剧中普通一笑都会被扭曲是阴谋得逞的笑容。导演在群众施加的巨大压力下，迫不得已疯狂地给秦彻加戏。再次看到相似的制服，秦彻稍微有些 PTSD。何思北此时开口，前调和后调已经确定的差不多了，不过高潮方面还是不太让人满意。萧逸嗯了一声，舞蹈方面也是，总感觉差了些东西。在音乐和舞蹈方面进行创作时，瞥见秦彻在思考着什么，便问阿彻有好点子吗？这次秦彻倒是没有推脱，通过记忆得知，创作 Superior 这首歌时 ，LJN 男团的各位是以警察为灵感的。不过因为这套制服给人的第一印象太过强烈，后续的表演都会给观众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没有新奇与惊喜，无法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舞台。我们不妨将 Superior 这个名字再想一下。秦彻伸出手，像是曾经引导过无数小演员时那样，我们可以加一点剧情感，将上位者这个概念模糊一下。舞台上的我们可以是上位者，舞台下的观众也可以是。当这种可以互动的冲突被制造的时候，舞台就迎来了高潮。在场人的心脏好像被这句话牢牢攥住。夏明星又扑了上来，彻哥你果然是个天才。这次苏颜里没有拦住他，甚至还和他一起抱住了秦彻，很棒的想法。萧逸眼睛弯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开心。何思北在一旁嘀嘀咕咕，对，没错，就是这样。以为是上位者的我们被牢牢的掌控，这样的转折太精妙了，一想这个画面就有旋律了。眼里快上班，苏颜里大喊了一声来了。他看着秦彻认真的开口，很厉害的想法，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然后转身就去和何思北一起研究作曲。秦彻推了推夏明星的脑袋，你呢？夏明星振振有词，彻哥是我的灵感，贴着彻哥我就能想到很多好点子。萧逸可不会惯着他，长腿上前一步，直接扯下像树懒一样赖着的夏明星去工作。队长萧逸也在一旁练习。秦彻仔细观察了一番，不愧是 LJN 男团内的领舞担当，除了出色的编舞水平外，自身的舞蹈功底也非常扎实。在秦彻的记忆中，萧逸好像有提及到自己是舞蹈世家出身，从小受家庭的氛围熏陶，长大后更是考上知名舞蹈院校，出来后被星探相中，这才通过选秀出道成为了 LJN 男团的队长。每一个动作的力道感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节拍的把控十分的精妙，只是简单的做出了几个动作，便让人觉得视觉上十分的享受了。秦彻忍不住点头，看吧，这就是专业。手机上传来一阵音乐声，秦彻转头看去，是 LJN 男团曾经的一次公开演出的录屏。不同于以往简单粗暴的白色聚光灯布局，这次的氛围主要由酒红色的光圈撑起。音乐一响，先起手的人是萧逸，舒缓又懒散的节奏，像是在气氛暧昧的舞池中央被人拉住来了一曲华尔兹。不同颜色的酒在宾客的手中碰撞着，杯子碰撞产生的清脆声响显得格外颓靡，让人忍不住沉溺在这种迷离的氛围中。这时秦彻在视频中看见了自己，他梳了个大背头，有几缕碎发耷拉在额前，化的妆风格很清冷，服装很贴身，配上这种暧昧不清的舞台氛围，显得极违和又冲突，但是又是因为这种矛盾感，才让他格外的显眼，让人的目光忍不住多在他身上停留。秦彻的舞蹈和唱功并不是团内最好的，在秦彻没来前，也不过是堪堪才够得到入门水准。在这种大舞台上以这种水平表演，怪不得粉丝会认为他是在拖后腿。副歌部分是夏明星的 rap， 在水平极高、感染力极强的节奏带动下，观众们欢呼不已。紧接着，何思北的高音配合苏颜里的低音附和，成功接上了舞台的高潮部分。每个人都好像是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就连平时看起来傻傻的夏明星，在舞台上也显得格外的帅气和自信。在看什么？萧逸正扶着身子看他手机上的视频，是颓靡啊。秦彻认真的点评。萧逸听他絮絮叨叨的说完，扑哧一声笑出来，怎么感觉阿彻你将所有人都夸了一遍，但是唯独没有夸自己呢？秦彻眨了眨眼睛，他看了眼手机屏幕，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好像在很努力的思考，夸夸我自己还算能看得过去吗？舞蹈有萧逸，词曲有苏颜里，门面有何思北， rap 有夏明星，秦彻也还凑合。萧逸忍不住了，捂着嘴尽力的憋笑。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秦彻是搞笑男？在隔壁编曲的何思北在门口探出个头来，对着室内的秦彻挥了挥手，过来听听我们新编好的曲子。秦彻向前走了几步，又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回头对萧逸道：队长，我以后能跟你一起练习吗？萧逸点点头，当然可以。来到隔壁的房间，
苏妍里正戴着耳机感受其中的旋律，见到秦彻来了，他眼睛一亮，赶紧招呼着他过来，将耳机戴到秦彻头上，一阵旋律便飘进了耳窝内。一开始节奏轻快，越到后面节奏越急躁，像是王座上的人嘲笑脚边的失败者。随着音乐节奏的戛然而止，另一段更为低沉的旋律出现，更像是幕后之人对王座嗤之以鼻，让别人以为自己得到了一切时，再将手中的锁链套上他的脖子，宣告自己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与之前那段激烈的旋律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明明节奏偏弱，却并没有被比下去。到最后，两种旋律相互吞噬厮杀，两个王者的竞争确实符合 Superior 上位者这个名字。苏妍里期期爱爱的问怎么样，他却提了一个更炸裂的新点子。Superior 歌曲定档后，视频被原唱丹尼斯转载，经纪人发出尖锐的报名声。公司一直都很想打开海外市场，没想到丹尼斯竟亲自下场给了秦彻热度。经纪人让他赶快上微博回应，秦彻应了一声，之后搜索起丹尼斯这个人，是个看起来和秦彻同岁的青年，被评为词曲的宠，恶魔的嗓子，地狱地天使，人气实在是太高了。丹尼斯点赞的 Night 舞蹈，这条词条明晃晃的挂在热搜上，点进去一看，入目的便是一张外网截，还没来得及看完这一条，下一条信息就轰炸而来了。丹尼斯表示想和他合作，秦彻站在原地，下一秒，舞蹈室的门被人破开，几道声音大的几乎要将舞蹈室轰碎。你被丹尼斯盯上了。秦彻扶额，别这样，丹尼斯又不会吃了我。苏妍里在旁边摇摇头，他倒是不会吃人，但他的粉丝会。在外网乃至国内都极具名气的歌星，丹尼斯很少主动和别人提出合作，因为他曾公开说过，达不到自己理想的合作人都只会拖后腿。萧逸补充，他的粉丝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合作的人水平差一点，粉丝就会集体排挤对方。秦彻仔细想了想自己在外网的风评，粉丝们绝对能扒出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来。丹尼斯可能是那种十分慕强的类型，只要深入了解一下秦彻这个人，说不定会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后悔。毕竟除了那首的 Night 能拿得出手外，秦彻几乎没有任何的佳绩，而且他性格还十分恶劣，被国内的粉丝大肆抨击。夏明星担忧地看着彻哥，他深知舆论的恐怖，彻哥的事业才刚有起色，如果在这场一边倒的舆论战中撑不住的话，哪怕是公司想救他也就不活。秦彻摊了摊手，只要拒绝就好了，对吗？夏明星立即道，可公司绝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机会，他们想的肯定是让秦彻答应和丹尼斯合作，然后借由这尊大神来构筑海外的舞台，让 LJN 男团闯出一片天地。所以哪怕是牺牲秦彻，这次的机会都必须拿下，这是一场豪赌。过了一会儿，经纪人就来了电话，叫他委婉的拒绝丹尼斯，理由就是目前他得专注于 LJN 团内的歌舞。不过秦彻话锋一转，经纪人也说了，还能再争取一下和丹尼斯未来的合作。苏妍里惊呼一声，居然让世界级的明星去等秦彻，公司疯了吧？秦彻道，我说服了经纪人，所以现在只需要拒绝就好了。夏明星松了口气，这下就能够继续训练。一声清脆的提示音传来，秦彻的手机弹出一条回信，4双眼睛顿时看了过来。他在秦彻回应的第一瞬间，就立即来评论了，没有关系，我会等你。秦彻的大脑一片空白，萧逸拍了拍他的肩膀，遇到对的人就从了吧。秦彻一时语塞 ，I can't wait for you。苏妍里开始放声大笑，何思北也笑嘻嘻的凑了过来，我们家秦彻就是魅力太大了。夏明星应和的点点头，又是一声叮咚，信息来源依旧是丹尼斯，上面写着这真可爱，附带视频截图。起床气时的秦彻一把撩起头发，神色不善的看向镜头。夏明星一脸凝重，彻哥，你务必要好好保护自己。苏妍里啧了一声，外国人就是玩得花，玩笑归玩笑，丹尼斯的回复确实让人意想不到，成功的让秦彻的所属公司出了名。3条热搜条条不提秦彻，却条条都和秦彻有关。秦彻的外网粉丝也多了起来，丹尼斯关注了他，在那本来就没几个人的关注列表中，秦彻一个中文名字格外的显眼。回关后，丹尼斯便给他发来了自己正进行美味晚餐的照片，并说道，今天的晚餐很美味，希望你的夜晚也如同我感受的一般美好。看着这些俏皮的文字，秦彻一时间有些难以言喻的感觉。他作为演员时，虽然也接触过不少国外明星，但他们从没有像丹尼斯一样如此热情。想着公司给他的严厉警告，他随手拍了张正在练舞的队员们，然后把照片发给丹尼斯，看起来真好吃。现在我们还在练习舞蹈，不过等一下就可以吃午饭了。为了不让语气显得太刻意，秦彻还挑了几个可爱点的表情包发过去。丹尼斯发来狗狗打滚的表情，正在期待着你。看到这条信息，秦彻便把手机翻过盖住，加入了训练。目前他还是更想专注 LJN 男团的新歌。经过大半个月的跟练，他的舞蹈动作已经十分的熟练了。萧逸指出他存在的不足之处后，秦彻立即反思更改，一点一点的挑出自己身上的毛病，将原身不想做的事情一个不落的完成了。现在可谓是进步神速，有时候在练舞室关门练舞，还差点把半夜梦游的夏明星给吓晕过去。苏妍里一脸看傻子的表情看着小夏，何思北无语望天，还以为你想讲什么鬼故事，见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意思，便有些抓狂。你们都不懂啊，彻哥大晚上的不睡觉，训练到很晚很疲惫，那他早上起床气就会加重。何思北和苏妍里沉默了。就在他们讨论时，秦彻的房门吱嘎一声开了，心虚的夏明星吓得抖了抖身子，
秦彻身上穿着一件格子睡衣，她把刘海往后撩了撩，神色略带着些困倦，整个人显得很乖巧。要不是见识到秦彻大发起床气的恐怖，大家可能都会被他这副纯良的模样骗过去。阿彻去洗漱，然后喝杯水。萧逸从厨房走出来，将手上的水杯放在桌上。夏明星躲在沙发后面，看向萧逸的眼神中满是崇拜。队长好厉害，居然不怕。然后大家看着秦彻，他像是树懒一般，缓缓转头看了看萧逸，又看了看桌面上的水杯，最后再缓缓地点了点头，便去洗漱了。好乖，夏明星傻眼了，感情那副吃人模样的秦彻是限定版吗？新歌发布当天，5人围坐在电视机前 ，Superior 的舞蹈开始播放。随着音乐声响起，镜头也开始配合着舞蹈动起来，每个人的动作力道都被展现得酣畅淋漓，说是百万后期都不为过。秦彻注意力一直很集中，萧逸的舞蹈、苏妍里的高音衔接、何思北的即兴发挥，以及夏明星的个人 rap， 即便是不怎么接触过男团的人，第一眼都会被这首 MV 惊艳。这4个人组合在一起变成了顶尖男团，并不是 LJN 成就了他们，而是他们成为了 LJN。他似乎有些理解为什么会有粉丝在见到偶像时潸然泪下了，毕竟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那种闪闪发光的模样，确实是让人很有感触。秦彻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部分，早在编舞的时候，萧逸为了照顾秦彻，把相对简单的舞蹈部分安排给了他。秦彻不会拒绝萧逸的好意，毕竟这可是 LJN 男团沉寂半年后的第一首新歌，必须要对得起粉丝这么久以来的等待。秦彻可不想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再次拖队友的后腿。MV 中，秦彻像是个走下王座在舞池中流连的王，4个队员的伴舞带着戏剧性和夸张性，如同大型的荒诞剧一般，产生出极强的对比感。这时的灯光纷乱繁杂，落在每个人身上，更加突出这段音乐带来的离奇感，像是酒杯折射出来的颜色，玻璃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觥筹交错间，大型舞台剧突然上演，有人对他的王位发起了挑战。属于秦彻的这段舞蹈节奏缓慢，但难点在于节奏和情绪的把控。只不过对于秦彻来说，将情绪融合进舞蹈中无异于演好一场戏，若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对于自己在演员路上付出的努力了。MV 中的王只是一个抬手动作，便仿佛让人看见了万千荣光偏爱于他，而他眼中不加掩饰的属于上位者的野心更是让人难以忽视。咧嘴一笑，眼中的野心又转变成了对于弱者的轻视。秦彻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压低声音后更是加上了一层沙哑，竖起手指抵在唇上时，更是将那种高贵和独裁表现得淋漓尽致。灯光暗下，音乐的节奏正在一步一步的加快，逐步递增的曲调引动着听者的心跳，直到最后高潮来临。团舞的部分十分整齐划一，几乎是步步踩点，带来感官和视觉上最高等的享受。服装和曲子配合上完美的舞蹈，光是看着这个 MV 就足够让人心情澎湃。顶尖，秦彻的脑海中再次冒出了这个词语。短短5分钟的舞蹈，完整的一遍看下来，还感觉有些意犹未尽。大家辛苦了。暂停键按下，最后的画面定格在5个队员姿态不一的 pose 上。萧逸优雅而又绅士的鞠躬，夏明星手做枪指着镜头，苏妍里洒脱地拉扯着领带，何思北半弯着身子做出的 wink。秦彻侧身用嘴咬下黑色手套，众人久久未能从 MV 带来的冲击中回过神来。萧逸看着自家队员们呆呆的模样，怎么愣成这样？夏明星喃喃出声，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原来我是那么的帅啊。苏妍里似乎也很满意自己在 MV 中的表现，这首曲子甚合我心，我有预感它将会成为爆款。何思北让他谦虚点，不过又补充了一句，展望未来也是必须的。萧逸看着他们的模样，知道他们是心里激动，毕竟这首 MV 的风格和以前大不一样，曲子的旋律和舞蹈的编制以及成员的表现都明显进步，当然最大的改变还是秦彻。想到这里，大家的视线都不由得落在了秦彻身上，和 MV 中有天差地别。脱离了服装和妆造以及人设的束缚外，日常生活中的秦彻可谓是安静又温和，待人礼貌又保持着距离，相处起来很舒服，特别有年长者的魅力。想到这突然顿住，秦彻不是只比夏明星大了几个月吗？他们以前是怎么想秦彻来着？说他经常惹麻烦，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只会依靠拙劣的表现吸引别人的注意，相处久了会感觉烦躁。现在才过去1个多月，秦彻在他们心里的形象就来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在大买流量造势了3天后， LJN 男团的新专辑 Superior 终于上线， MV 和单曲一同发布在各大音乐平台，一经播出就迅速席卷了音乐热搜榜，就连在微博上的热度榜都稳居前5。这首歌曲就像是高岭之花被爱情摘下，主打的就是一个刺激，哪怕是业内的专业音乐人士都对 Superior 的叙述节奏给予了高评。舞蹈一出，粉丝们彻底疯狂，是圈外人进来看都要说一句卧槽的存在。各家粉丝激动落泪，圈内的站姐当即就开始截图修图，带着每一帧都要好好保存下来当传家宝供着的决心。LJN 男团的颜值又上了一次热搜，各家超话都在发疯。不过画面一转来到秦彻的超话，忽地涌进来一批人，这里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别告诉我他连个站姐都没有。人多了，也出现了会修图的粉丝，逐渐的被秦彻颜值吸引来的人越来越多。10分钟内选举好了秦彻超话的大小主持人，还迅速发起了粉丝名征集，将粉丝团名改成了月饼，就是可惜不能叫主人。国外大佬丹尼斯率先转发了 MV， 这条推文的流量比官方发的还高。星月乐开了花的在推文下激动感谢，
什么发疯文学和舔狗文学都用上了。毕竟有个大佬带着他们开拓海外市场，这何乐而不为呢？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无比满意，其中丹尼斯最高兴。现在秦彻可没理由拒绝他了。新歌我听了，非常的棒，还附带了3张截图，外加2个小狗表情包。手机叮咚叮咚的一直响个不停。秦彻一抬头，就见4个队友一直盯着他看。今天是 LJN 男团的庆功宴，他们订了室内最好的餐馆。秦彻默默拿起手机，是丹尼斯。这个名字一出，现场的气氛都有些诡异的寂静。大家也知道丹尼斯是什么身份地位，这样一个大人物整日缠着秦彻不放，公司又施压，夏明星好几次眼睁睁的看着秦彻做着什么事情，又被迫停下来，拿起手机回复对面的消息。明明时差那么大，怎么还总像个背后灵一样缠着秦彻不放？不过秦彻的脾气可真的是好啊，情绪毫无波动，甚至十分淡定的拿起纸巾擦了擦嘴。大家能靠过来点吗？然后点开了相机，伸长了手，确保每个队员都入镜了后，按下了快门。在他即将要点击发送的那一刻，立即有人反应了过来。苏妍里一只手按住了秦彻的肩膀，你都不修图吗？一张照片上，除了表情平淡一如既往帅的秦彻外，其他的4个人各有不一样的搞笑法。夏明星的嘴角边有红色的油渍，非常憨傻的瞪着眼睛看向镜头。苏妍里下巴上有一滴红色油滴，何思北微张着嘴，应该是想说些什么话，但秦彻已经按下了快门。萧逸还好，作为队长无论何时都保持着优雅，就是发型乱了显得有些好笑。他们知道秦彻的拍照技术很烂，但是没想到能烂到这个地步。众人当即就把秦彻的手机夺走了，又各自准备了一下，这才扬起一个男团爱豆该有的标准笑容，重新按下快门，将新的照片发了过去，简单的分享了一下日常后，又感谢了几句丹尼斯的赞扬。3天后 LJN 男团直播专访开始了，5人相视一眼，齐声道：我们是 LJN 男团，我是队长萧逸，负责编舞，我是团内负责 rap 的夏明星，我是负责团内谱曲的苏妍里，这是负责团内作词的何思北。大家好，我是秦彻。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男团里面的名词虽然恶补过，但很明显没有一个适配于他，但光说自己的名字又太单调，于是又加上一句负责听从指挥，余下4个人绷不住了。秦彻说这话时盯着镜头，眼神坚定的好像要入党。经纪人失策了，在采访前都给秦彻说了遍注意事项，结果忽视了出场介绍，粉丝们有些哭笑不得。主持人赶忙接上下一句，我们从粉丝的提问中挑选了几个热度较高的问题，今天就由 LJN 男团们给大家解惑吧。第一个问题，请问 Superior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什么？萧逸站出来，在创造 Superior 时，我们经历了很长的瓶颈期，不过有个厉害的家伙一语中破，接下来的灵感挡都挡不住。何思北含笑看着秦彻，厉害的家伙来说说吧。秦彻前世作为影帝时也经常接受采访，专业素养可谓是顶尖，眼里的曲子框架本身就足够优秀，我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怎么都在互相谦让。夏明星自如的活跃气氛，要我说呀，当时彻哥分享的想法真的是惊艳到我了。爱情的主导者发现自己表面是强势方，实际上已经被拿捏死死的，砰的一下，灵感大爆发。萧逸点点头，这首歌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阿彻创造的，接下来的问题都十分的中规中矩，直到来到最后一个问题，请问秦彻和丹尼斯真的存在合作吗？这话一出，弹幕瞬间爆了。问题是星月自己安排进去的。秦彻开口说到存在，俏皮的眨了眨眼睛，因为我想要变得像丹尼斯那样能和偶像学习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直播结束后，何思北要飞去外地拍一档香水广告，夏明星参加了一档淘沙类型的综艺，苏妍里和博物馆合作推出文物歌曲，一直教秦彻舞蹈的萧逸也要去国家推出的古典舞科普综艺里作为嘉宾出席。LJN 男团已经很成熟了，不用一直绑定这5个人，公司也不会让他们局限在男团这一定位中，毕竟自家旗下的艺人能全方位发展的话，到最后受益的也还是公司自己。秦彻因为和丹尼斯的合作，公司都准备把他打包送去国外了，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要是秦彻被丹尼斯骗走了怎么办？何思北思绪放空，在他脑海里，秦彻已然成为了一个需要好好呵护的小朋友了。看着面前乖乖巧巧的秦彻，忍不住问了一句：出国不习惯怎么办？秦彻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纠结，安慰道：国外的生活对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不需要太担心我的。何思北愣了一下，秦彻以前还在国外生活过，他怎么没听说过？难道秦彻是真的有那种很厉害的家世？秦彻咳了2声，眼神躲闪。阿彻，你该不会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吧？他赶忙否定，绝对不是。在原主的记忆中，原神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可他有啊。作为演员，经常会和国外演员们合作，在全球各地到处飞以取景拍摄，一待基本上就是半年。秦彻转移了话题，思北哥明天也要去外地拍摄了吧？一切顺利。他说完就继续去练歌了。何思北忽然开口喊一句：阿彻，尽力就没有遗憾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秦彻回头看他，如果谁欺负你了，你直接骂回去。秦彻扑哧一下笑出来，满眼笑意地说：我知道了。星月很重视这次秦彻和丹尼斯的合作，当晚极其低调地把秦彻专车送去了机场，订的还是头等舱，就连给秦彻配的翻译助理都是国内985大学毕业的。挨个和队友们告别后，秦彻踏上了出国之路。下飞机后刚打开手机，便收到了无数条信息，有 LJN 男团各位发来各种问候，也有公司那边的询问，更多的还是丹尼斯，从他上了飞机后就一直发消息，
是一些漫无目的的闲聊。到了后面就再三叮嘱，落地后一定要给他打电话。对面很快就接通了，声音急切地传来：“你到了吗？我正在找你。”没想到丹尼斯亲自来了，一出门就看到了一个将自己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怪人，身边又有2个穿着便衣的壮男守着，他到处乱瞟着，视线落在秦彻身上，先是一愣，然后便高举起手摆了摆。秦彻走上前去，思考着第一次见面要怎么样打招呼才礼貌。对方一把扯下了口罩，在他的左右两边脸上各亲了一下，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动作。秦彻瞬间大脑宕机，丹尼斯笑得十分灿烂，很高兴见到你。秦彻无奈地拉开距离，我也很高兴能够见到你。丹尼斯热情地帮他提起行李，两人边走边聊，视线在触及到他那红了半边的耳廓时，他又无辜地摊手。彻，你是害羞了吗？秦彻反驳了一句没有。丹尼斯再次凑近他，彻那边的见面礼仪是握手吧？那双蓝色的眼睛微微眯起，其中的调戏不加掩饰。助理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们聊天。作为丹尼斯的歌迷，他对偶像的恶劣也是多有了解，毕竟在那看上去人畜无害、迷倒万千歌迷的脸庞下，可是藏着极 S 的反差感啊！等等，这货明明知道该怎么向亚洲人打招呼，为什么偏要特意的去亲一下？助理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家伙难不成真的是同？几人来到丹尼斯的别墅，助理被震撼的惊掉下巴，他瞥了一眼秦彻，依旧保持着一张自若的脸，心理素质真是强大。丹尼斯拉着他，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工作室吧。有钱人家里的各种配置都十分完善，录音室建在地下，可以有效的隔绝外界噪音，收音效果也非常显著。两人来到长廊尽头后，他们打开了那扇门，这地方的专业程度简直可以顶得上一家私家影院。丹尼斯打开了控制台上的电脑，瞬间曲调流出，节奏从舒缓到高昂，整首曲子充斥着非同一般的空灵感，像是海浪一般从后往前轻柔地推送着，一下又一下，又像是潭中的惊起的涟漪，荡开的波纹圈圈扩开又消失，到高潮部分忽然消失的各种配乐，只剩下几个零碎的钢琴高音，接着便像是沉淀般，层层递进中又多添加了几分的停顿感。这一段的高音部分和第一段相似却又不同，背景弹奏的速度加快，和小提琴的演奏混合得非常完美，竟然有种心脏在跳动的错觉，让听者更想要沉浸。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对比直接的对话或者文字更直击人心。当音乐结束后许久，谁都没有说话，这是秦彻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丹尼斯的音乐天分。在这之前他做过不少的功课，知道丹尼斯是个全方位发展的鬼才，无论是抒情歌艺或者是炸街的 rap， 他都能手到擒来，作词也是一流水准，几乎一人就是一支音乐军队。而这首歌便是丹尼斯突破了自我，借由这首新曲向全世界介绍了一个全新的他。秦彻几乎能想象到这首歌将来会被人多么热烈的追捧。秦彻长呼一口气，非常认真地开口，完美到让我有些语无伦次。丹尼斯注视着他，或许不是女神眷顾了我，而是彻给我带来了灵感。这首曲子还并不是成品，他想要和彻一起创作歌词，如果可以的话，能用中文来写吗？秦彻愣了愣，这个请求让他稍稍惊讶了一下，毕竟现在国内外的歌手合作都鲜少出现中文歌词。丹尼斯比划了一下英文歌词和中文歌词互相穿插的形式，而且中文歌词出现的频率高点，能宣传自己国家的文化。秦彻爽快地答应，不过还是有些好奇，我能问问是为什么会想到这种形式吗？丹尼斯回答得毫不犹豫，因为想着彻说中文会更好听吧。秦彻想过无数种理由，唯独没想过会是这样的发展，或许这就是音乐人特有的毒辣眼光。这几天丹尼斯一直在给秦彻拍照，通过这种方法来找寻灵感，还游了一圈 NK 市，每天都被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与此同时，为曲子作词也逐渐接近尾声，助理还担心他会压力太大，导致发挥失常被丹尼斯嘲笑。想想看，秦彻在国内背负了一身骂名，粉丝们都骂他是花瓶一个，久而久之，例如秦彻学历只有高中的流言满天飞。可这几天下来的观察，秦彻不但能和外国人自若的交谈，甚至连口语的本地话也做得很好，完全就不可能是学历低的无能偶像啊。结果没想到丹尼斯的评价非常高。录歌当天，丹尼斯为这首歌取名 To the Muse。 缪斯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的神话中，是掌管艺术和青春的神。诗人或艺术家寻到了某种灵感时，总会感慨是缪斯女神对他降下了视线。 To the Muse 这首歌旋律本身就充斥着一种神性的美，空灵而又悠长，仿佛月光在夜色中缓缓流淌，犹如女神的薄纱，轻盈华丽。歌曲在第二段高潮中又带来了神爱世人的慈悲感，世人的欣喜悦于音符上，人们发现神与渺小的人类近在咫尺。当钢琴高调和风琴声在旋律停止时响起，再融入了低声助导的小提琴声，像是神和人类的对话，最后再大胆地使用了长号弱奏，构筑成了一场盛大演出的落幕。哪怕是在上辈子，秦彻都没有听过这类型的歌曲，脑海中的想法止不住地冒出来，所以在作词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卡顿，顺着曲子的节奏一气呵成，剩下的便和丹尼斯的词一起修正。秦彻负责第一部分的高潮和第二部分的开头及结尾，这些部分都是至关重要的高潮，丹尼斯竟然会放心让他来唱。在 LJN 男团时，秦彻总是认为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担当一些高难度的片段，即使原声的基础很好，可演员向歌手转变的这最后一道坎，他却头一次对自己拿不定主意。丹尼斯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疑惑，
我的声色不太符合这几段，你应该比我更能驾驭这几部分的旋律。秦彻抬头看向他，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只待在舒适圈中，他要是不尝试跨过那一道坎，往后也绝不会再有勇气跨过去了。丹尼斯很信任他，他也必须回应这份期待。在这样正向的压力下，秦彻有预感他会突破现在的自己，微微松了口气。秦彻正想对丹尼斯说些什么，对方蓝色的眼眸抢在秦彻前说了一句话，毕竟这几段旋律可是独属于彻的呀，再多享受它吧，他会很开心的。享受这个词，秦彻在队长娄燕的嘴里听过，在队员们的口中也听过。然后丹尼斯又对他说了类似的话。我明白了，脑海中桥梁一步步搭起。想通后的秦彻笑了出来，那就 To the Muse。看来他也被缪斯女神眷顾了。和丹尼斯对视一眼，两人默契的来了个碰拳，一起走向了录歌室。旋律响起，便是舞台。二人配合的十分完美，像是调酒师调出来的鸡尾酒，两者融合成了一杯绝佳的饮品。前调清新，后调醇厚十足。无论是秦彻给丹尼斯的和音，还是丹尼斯给秦彻的低吟，这些呈现在成品中时，融洽中又将整首曲子的品格上升了一个层次。特别是背景音乐暂停时，秦彻清亮的声音先出，似乎是推动着所有的乐器为他演奏。那一段尤为震撼，颇有种神爱世人的感觉，就连外面的混音师都赞不绝口。录完歌后，最激动的还有丹尼斯，他不停地反复听着 To the Muse， 简直太完美了，这是我写过最好的曲子，没有之一。很快便到了万众期待的发布日，面瘫爱豆高烧90度后却成了男团顶令，天王巨星点名跟他合作，约拍的导演甚至从南极排到了法国，他却全当是空气跑去钓鱼。工作人员都准备好失败无数次的准备了，却没想到这位亚洲人竟带来如此大的惊喜。在拍摄倒计时结束的那一瞬，秦彻便已然进入了状态，遵循着提示伸向助导台，却又没有触碰上。恰巧这时窗外的光被云朵遮掩半分，教堂内顿时变得亮暗分明，他的半边身子被藏入暗处，只留伸出的手落在阳光下，工作人员大气都不敢出。过了许久，才惊觉这段拍摄完美结束，实在是太震撼了。To the Muse 这首歌本身就充斥着神性，而秦彻却完美的凸显出神的美感。表面看起来不过是个性格温柔的青年，却在瞬间进入到了另一个角色中。这样的天分，只需要稍微剪辑一下就能当做成片，难不成他有过演戏的经历？丹尼斯正满目含笑的轻拍着手掌，你实在是太棒了。秦彻眼角弯弯，竖了个大拇指。这时教堂外面便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位老人家走过来，笑眯眯的打招呼。丹尼斯介绍道，这位是哈罗德导演。秦彻很是惊喜，毕竟他来到这个身体后也关注过这个世界的影视行业发展，由这位监制完成的电影可都算得上是如雷贯耳。他当即就微微弯腰，初次见面，哈罗德导演，我是秦彻。哈罗德导演性格幽默风趣，他扬了扬手中的相机，刚刚你们在拍摄 MV 时，我也忍不住拍了几张，能不能稍微纵容一下我这种擅自偷拍的行径？秦彻忍不住笑，您太客气了。两人之间氛围融洽，交换名片后便离开了。教堂部分的拍摄很快完成，接下来在几个特定的地方录了外景。MV 的拍摄顺利结束后，工作人员们万万没想到，他们已经习惯于拍 MV 要花费1天1夜以上的时间了。今天遇到秦彻时还有点恍然，几乎条条都是一遍过，且呈现出的模样还特别的完美。拍到最后，连导演都忍不住和秦彻用力的握了握手，还留下了秦彻的联系方式。丹尼斯凑到秦彻身边，笑嘻嘻的说道，辛苦了。丹尼斯倚在他身上，捧哏般似的说道，拍完 MV 彻就要回国了，我们之间的美好日子就要结束了。秦彻笑道，不会的，以后说不定就是你来找我了。他这番话只不过是玩笑话，但丹尼斯好像是在认真的思考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好，那以后就由我去找彻。秦彻愣了愣，随即便附和着，我等你。他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也不短，最后收拾行李到了机场，丹尼斯和管家一起来送行。彻 To the Muse 这个名字的含义，我是不是还没有告诉你？秦彻侧头看向他，是的，我一直很期待。丹尼斯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当时第一次见你，也说了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吧。他垂下眼睑，彻不会觉得很困扰吗？我以前的朋友很讨厌我这样做。秦彻摇了摇头，不会，因为我信任丹尼斯。丹尼斯眼睛睁大，机场的预备登机提示音响起，丹尼斯缓缓说道，其实 To the Muse 这首歌我是写给你的，你跳的 The Night 给了我灵感。事实上，我在出完 The Night 后陷入过一段很长的低谷期，在那之后出的曲子都差强人意，我越来越焦虑，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久到你终于出现了。你的 The Night 真的很美，美到让我回想起了我当时创作这首歌的缘由。我只是想着酒店灯光陆离光怪的世界，人的情感柔和又掺杂，脑子就像醉了一样，在一种晕乎乎的状态中完成了这首歌。或许正是因为你跳的 Night 是很纯粹，我便也找回了我的初心。To the Muse 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我的笔下多出了一段旋律，接着我完成了它。艺术家在与缪斯女神对话，而我在感谢你。这首歌谁来唱都不会有那种韵味，曲子中独属于神的部分，你最适合不过了。谢谢你阿彻，请原谅我一开始过于冒昧的合作请求。说完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放松，要到登机的时间了。他想送秦彻最后一段路，秦彻也跟着站了起来，然后在丹尼斯的注视下，他张开手拥抱了丹尼斯。我也要感谢你，感谢你一开始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我，也谢谢你创作了 The Night 和 To the Muse。艺术家丹尼斯怔了一瞬，而后用力地回抱住了他。登机的时间快到了，秦彻和丹尼斯互相郑重地告了别。回到 S 市时已是深夜，
LJN 男团的房子里竟然还亮着一盏灯，秦彻轻手轻脚的开门进去了。客厅空无一人，他简单的收拾洗漱了一番后，便上床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穆远景揉着眼睛出了房门，正想喊一声娄燕哥有没有准备早餐，结果就被坐在客厅的何思北眼神镇住了。小声点，阿彻回来了。闻言，本来还有些睡眼朦胧的穆远景顿时清醒了过来，回头看了看秦彻房间的方向，连忙捂住了嘴，可能是怕他们等自己。秦彻回来的悄无声息，谁都没有发现。娄燕将早餐放在桌上，阿彻很累了，大家今天小声点，让他好好休息吧。在他们都坐下准备吃早餐时，秦彻的房门居然咔嗒一声打开了，餐桌上的4个人顿时愣住，像是在看什么恐怖的慢放鬼片似的，脸上的神情是肉眼可见的困倦，头发稍微有些凌乱，要不是偶尔还眨一下眼睛，真就会让人以为那里站着个大型人偶。娄燕身先士卒，在众人的注视下喊了一声阿彻，秦彻听到了声音，缓缓看去，他巴眨了2下眼睛，顿时扬起一个格外阳光明媚的笑容。队长，穆远景刚咬一口的包子啪嗒一声掉在了桌面上，瞳孔正在上演一场小型地震。苏眼里喝了口豆浆压压惊，何思北一口咬定这是睡糊涂了。娄燕走过去揽住摇摇欲坠的秦彻，要多睡吗？秦彻摇了摇头，倒时差，他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加入到 LJN 男团的训练中，不能拖后腿。娄燕扶着秦彻去洗漱，刷完牙出来，倒也看起来清醒了不少，可眼底下的乌青依旧难以忽视。坐飞机的疲倦和饥饿感还残存在身体里。秦彻在穆远景身边坐下，穆远景呆呆地给他递过一杯温水，秦彻喝了，然后苏眼里放了个包子在他面前，秦彻也乖乖地吃完了。何思北帮秦彻拢了拢衣领，问道：“真的没问题吗？”然后把包好的茶叶蛋放在了他手上。秦彻摇摇头，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然后继续游神天外。最终穆远景还是忍不住撇过头去，无声地笑了出来，原因无他，只是没想到秦彻除了起床气很重外，居然还有这样傻不愣登的一面。被人叫醒的时候乌云压沉欲摧，脸色比锅底都要黑，眉头皱得能掐死蚊子，自己醒的时候乖得简直像个娃娃，任人摆布，完全就没有了日常那种偶像包袱，好像谁都能上去欺负一下。这种反差真的不要太好玩。还没嘲笑多久，肩膀就被人猛地拍了一下，他顿时被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发现是秦彻在悠悠地看着自己。怎么了？彻哥，我要吃那个。秦彻往桌面的早餐堆里指了一下。好的。穆远景赶紧像是献宝一般递上钱，秦彻拿到了三明治，又是乖巧的做好将其吃完。苏眼里调侃的笑了一声，这家伙完全被拿捏住了呀。LJN 男团的5个人的工作都很顺利，何思北的老字号香水广告在不久前就刊登了，4人路过那巨大的广告荧屏还拍了张合拍，说是到此一游。秦彻则在每个照片旁都画了个自己的简笔画小人，算是重在参与。穆远景拍的大逃杀综艺今天更新，搞笑担当的人设让粉丝们都翘首以盼。苏眼里和博物馆合作的歌曲及 MV 也会在近期发表。最后是娄燕，她作为嘉宾出席国家级舞蹈科普综艺，跳的古典独舞还没首播，光是流露出的舞蹈片段就在热搜上待了段时间。目前 LJN 男团也要准备专辑的下首歌了，将 Superior 这张专辑的歌曲串成一个故事来创作。中午12点，穆远景参加的《天黑不闭眼》这档综艺一开播，大家就都坐在了电视前。综艺正式播出前还放了一遍预告，大家听着穆远景用不同的声调吱哇乱叫，那些他被吓到的镜头可谓是一个没切，后期都不需要出手，这些场景就足够让人发笑了。何思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你是不是在节目组里得罪了什么人啊？穆远景麻木，我哪里知道啊。苏眼里都捂着肚子捶沙发了，就连秦彻都忍不住咳了2下，故作掩饰。穆远景把最后的期待投向最稳重的队长娄燕，谁知娄燕正低着头和秦彻一起咳嗽。穆远景怒了，你们一直在笑我，根本没停过。那副模样委屈极了，特别是电视上的他在被 NPC 吓到后还在毫无形象的大叫，后期剪辑师还很贴心的给他配了个魂魄飞天的特效，周围笑的笑闹的闹，只剩下穆远景45度仰望天空，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穆远景嘟囔一声，笑，说不定到时候大家会一起参加这类型的综艺，我就看谁能笑得出来。娄燕听见后点点头，公司确实是有让我们参加综艺的想法，但还没确定。一听穆远景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看吧，要是真一起参加了，大家谁都别笑谁了。苏眼里撇嘴，我会表情管理，潜台词就是说他不会像穆远景这样狼狈。何思北也切了一声，简单，见自己吓唬不了他们。穆远景眼睛瞟了一圈，最后落在秦彻身上，我看彻哥就没有。被 Q 到的秦彻怔了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动作，穆远景就像是找到了什么新奇玩意似的。彻哥你心虚了。秦彻故作思考，玩过恐怖迷宫类，有真人 NPC 的那种。穆远景震惊，天啊，彻哥你居然还玩过这种。说起这还是上辈子的事情了。那场恐怖迷宫是节目组安排的一项任务，躲开 NPC 走到迷宫出口就能得到相关的线索。大家站在迷宫面前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迷宫里黑不溜秋的，只配备一个手电筒，一打开还是红光，四周静悄悄，恐怖氛围拉满。后边已经有玩家在催了，秦彻不得已上前拿起了手电筒，做了打头阵的那个，其他人就立即跟在他的身后，像是鸡妈妈带小鸡似的。一场迷宫下来，尖叫声此起彼伏，出了迷宫所有人都像是小死了一回。本该是受到惊吓最多的秦彻反而是成了最正常的那个，他出了迷宫心平气和，脚也不软，脸上风轻云淡。15分钟通关了个大迷宫，出来还跟没事人一样。老板都惊了，问难道没把你吓到吗？秦彻想了想，吓到了，但是队友们把我吓得更厉害，
从此以后的密室逃脱界都流传起了个不可逾越的传说。To the Moon 歌曲全网发行，魔鬼与天使相爱相杀的剧情演绎，迅速跻身于世界热歌榜单。怎料这还不是最大的王炸，紧随其后公开的幕后故事，才是激起千层浪的滔天巨浪。每一个看完幕后采访的网友都疯了。诺斯竟然在采访中公然表示，没有秦彻的话，这首歌就相当于不存在，因为秦彻给他提供了所有的灵感。还有那句 MV 最后一幕可是我瞒着彻拍下来的，怎么样？非常合适吧 ？CP 粉磕的昏天暗地，磕的醉生梦死，这种宿命感，这种神的旨意，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互为一体的相似性，好磕就俩字，我能说一辈子。正是因为这部 MV， 又给了世界级金牌导演带来了灵感，新剧的选角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一个天王影帝能让他满意。直到遇见秦彻，一眼就看中这小子身上与生俱来的天赋，能把 MV 的情感体现得那么淋漓尽致。可传闻他在娱乐圈黑料满满，一导演不能任由自己赌那么一瞬的可能性。这部剧可是自己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在副导演和编剧的助推下，一导演咬咬牙赌上一次。收到试镜邀约的秦彻顿时怔在原地，没有导演会找一个无任何演戏经验的爱豆来出演自己的电视剧啊，更何况是知名导演。这时经纪人发来试镜片段和人设，秦彻思索了一下，如果他想要发展演艺圈的话，这次机会绝对是很好的敲门砖。听到伊志远三字，苏颜里惊讶一声，我最喜欢的那部无尽就是他拍的，记得去年那部看山水天地，里面的人物都是各国影帝影后，国家还投了很大一笔资金呢，说是国宝级的导演都不为过。话说一导演怎么了？一导演邀请我去试镜。苏颜里的眼睛瞪大，真的假的？秦彻刚想回话，他的手就伸了过来，毫不留情地揉捏着。不是吧不是吧，阿彻你真的要转去演艺圈了？一旁的娄烨看不下去了，听阿彻解释吧。苏颜里松开了手。恰巧这时何思北和穆远景训练完了休息，听闻消息的穆远景惊呼一声，何思北比他要冷静点。哪部剧啊？是什么角色？好的坏的？人设怎么样？争议大吗？人气怎么样？好吧，好像也没冷静到哪去。秦彻表示不知道，试镜在3天后，要试的片段和角色人设他还没看。娄烨发出了关键疑问，所以阿彻要去试试吗？此话一出，大家都屏息凝神，等着秦彻的回复。我想试试。他没有把演戏当作是一项混饭吃的工作，而是真的热爱，享受着将文字阐述的人物生动演绎出来的快感，再从这些人物身上体验到不一样的情感、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个性。可以说是演戏造就了秦彻。如果真的有重回到演艺圈的机会，秦彻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朋友们在担心什么，露出了个让人安心的笑容。不过大家放心，只要 LJN 男团不放弃我，我永远都不会离开的。穆远景2只眼睛泪汪汪的，队长担心他会太匆忙。阿彻最近一直在训练，如果加上试镜的话，2个地方来回跑，会很辛苦啊。连带着苏颜里都开始担心了起来。秦彻表示没关系，示意他们别太担心。之后他仔细的看了遍资料，心底大致对这片段戏的情感有了把握。这是部侠客片，玉天是一位阴郁寡言的青年，不爱和人沟通，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本质上是个狠角色。他的家世背景很悲惨，从小父母双亡，自己一个人艰难的活了下来。一般来说，这样的角色会在最后因为成长过程中得不到好的指引，从而心灵扭曲，变成一个反派。只不过玉天的反差就是在这里，他虽然身世悲惨，但没有长歪。即使前期像是个反派角色，到了后期，他会为了贯彻自己心中的良善和正义，英勇赴死，并非强行洗白。玉天本身就是个很善良的人，这在种种剧情节点中都有隐秘的体现。所以在最后他死亡时，收回了以前的一切伏笔。大家发现他以前的固执并不是为了自己，从头到尾他都在为了别人而活，只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才导致他不被人理解。其实玉天本身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种冲击感才是最强烈的。这时候角色的悲壮就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明明只能算是个男3号的角色，琢磨不多，但却最让人印象深刻。或许正是因为自己从未感受到活着的意义，所以才想要从他人身上寻找生命的鲜活。这是秦彻对这个人物大致的理解。看完人设后，秦彻浏览一番饰演片段，选取的是玉天和别人爆发出争吵，对方的声嘶力竭和他的一言不发，形成了鲜明对比。很短的一段表演，不出2分钟，却极其的考验演员的基本功和表现力。这场戏写着2个人，但饰演时，秦彻只能够在没有搭档的情况下，表现出玉天的情绪转变。如果演得不好，就会显得很尴尬或是造作，极具挑战性。不过秦彻倒是乐于接下，对于演戏的欣喜感正在心中隐隐浮动。秦彻平复了一下心情，他很想立即将这个片段演出来，哪怕没有观众，试试吧。他忽的提议，将这段在队友们面前演了一下。看完的4人久久不能回神，已经开始商讨买个好一点的投影仪了。他们心里清楚，秦彻在他们面前展示，是在告诉他们不用担心自己受欺负，也不用担心他会为了可能的失败而感到不安。秦彻的演技绝对是算得上绝佳，甚至可以触及到低档的水平。秦彻放松下来，迎接着队友们的问题轰炸。穆远景有些难过，很多公司想挖你墙角怎么办？秦彻揉了揉他的脑袋，我记得我说过，如果 LJN 男团不抛弃我的话，我是不会走的。何思北怕他压力太大，以后演戏和歌舞双开，真的不会很累吗？苏颜里补充道，每次拍戏地点可能都不一样，经常要跟着剧组跑来跑去，1年下来都歇不下来啊。娄烨点点头，加上现在 LJN 男团的安排其实也很满，光 Superior 专辑就还有4首歌在准备，半年就要将他们出齐。阿彻，
我们并不是担心你赶不上进度拖后腿，我们是担心你太累了，在演戏的同时又要兼顾男团内的歌舞练习，这种工作量真的不是常人能想象的。娄烨看着秦彻，很早之前他就发觉秦彻变了，明明只比穆远景大上几个月，是队内第2小的队员，却因为这份成熟稳重，让人下意识地忽略掉了他的年龄。无论是出国合作，亦或者是网上不加掩饰的谩骂，内部外部的压力全数施加在他的身上，但他也只把表现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其中无数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把话摆在明面上说的话，秦彻说不准又会像以前一样，默默承担下2份工作。LJN 男团能为了让秦彻多休息一下，从而改掉第2首歌发行的时间，就算星月不愿意，他也得必须愿意。男团的歌舞工作有多辛苦，在场的各位都心知肚明，演唱会签售、会私见面会、线上营业以及周边的签售等等，上述的这些环节，秦彻要经历2遍。他们不愿意束缚秦彻，他应该是自由的，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合同一到期，选择权就在秦彻的手上了。上次看综艺，秦彻就表现出了对演员的兴趣，再接着看了电影《复学》，听着秦彻那段分析，其中的专业感不言而喻。所以说，秦彻其实是更喜欢演戏的吧？穆远景握了握拳，彻哥，这是你的决定，大家不会说什么，但你偶尔也要关注一下自己吧，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啊。秦彻有些哭笑不得，当然，我最不会亏待自己了。要是我未来真的演出名头了，那就拜托大家给我唱电视剧的主题曲了。苏颜里舒心一笑，这就开始畅想未来了吗？何思北道，那我可得多收点钱才行啊。原本沉重的氛围，又因为秦彻一句话改变。他看着团员们，微微的勾起了唇角。3天后，秦彻全副武装的飞去了巨市，刚下飞机就赶到试镜地点。秦彻有些恍然，那时的他也会为了一个机会四处奔波，见过无数种人，演过无数种剧本，现在好像是一切都重启了。他依照门牌号来到了926房间，闭了闭眼睛，在睁眼时，秦彻已经变成了玉天。秦彻第一时间就展现出自己和这个角色的适配度。他抬手敲了敲门，得到里面的人一声应和后，便轻手轻脚的开门进去，几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他看。一般情况下，常人要是面对这种压迫感，不免会慌乱，但是玉天的人设上可是写得很清楚，他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会异常冷静，因为性格因素，他并不会在外流露出明显的情感。现在秦彻还戴着口罩，略长的头发在赶路的过程中有些凌乱，可主人却并没有整理，任由发丝胡乱的搭在额前，稍盖住了眼睛。秦彻微微垂眸，对着里面的人鞠了个躬，非常有礼貌的自我介绍道：各位老师好，我是秦彻，很荣幸能来参加这次万重山角色的试镜。阴郁美少年的气质扑面而来啊！副导演从愣神中猛然惊醒，轻咳一声，端起气势，重新摆出一副资深从业人员的模样。他眼睛瞟了2圈，见一导演摆着张脸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里不由得嗤笑一声，这老家伙正想要说些什么事情，拉近一下自己和秦彻之间的距离，结果李编剧就直接闪现到了秦彻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手摇了2下。哎呀，小彻呀，初次见面，果真是一表人才，年少多金啊！他脸上的笑容无比的真诚，瞧那副激动的样子，怕就是当场就会和秦彻拜把子。谢谢夸奖。秦彻一进门就遇到了这种热情的问候，还有些没能反应过来，这难道是考验的一环吗？哎呦，瞧瞧，小彻呀，我前不久还在听你的歌呢，唱得真好啊！李编剧继续兴高采烈地说道，他紧紧拉着秦彻的手不放，那个 MV 的意境啊，果真是神了，您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秦彻眨了眨眼睛，眼看着话题就要跑偏，副导演连忙拉了一把，他重重地咳了一下，里边先试镜吧，其他的事情到时候再聊。瞧瞧我这记性，都差点把试镜这回事给忘了。李编剧爽朗地笑了几声，小彻呀，你可别紧张，我相信你一定能发挥得好。副导演看了眼做回做的李编剧，这家伙真是的，关键时候怎么变成了这么一副不值钱的样子？现在可是选玉天人设的最后一次机会，要是秦彻达不到他们的标准，一样也会被淘汰。当真是这样吗？光是针对秦彻有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这一问题，在场的人也应该是心知肚明了。从他推门进来做出的一些更能突出角色性格的小动作，明眼人都能感觉到，秦彻为今天这次的试镜可谓是做足了准备。无论是对于玉天这个角色的性格把握好，亦或者是其情绪波动，他已经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对玉天的理解和演绎方式。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在这些方面非常的突出。作为选角的一方，导演组最希望的便是能有演员能在他们毫无心理作用的情况下，给展示出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方式。他们想要的是由演员展示出角色，而不是由角色去评判演员。秦彻做到了这一点，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秦彻成功的让导演组们眼前一亮，久违的发现好苗子的激动感又在隐隐作祟。副导演忍着自己连连点头就要签下秦彻的欲望，一回头想问问一导演的意见，结果一看还是垮着脸。他知道一导演一直在为了玉天这个角色发愁，也知道他挑人的眼光非常挑剔，但现在秦彻的表现明显能吊打前边来试镜的几百号人，副导演倒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了。一导演忽地开口问道：试演片段看了吗？秦彻点点头，已经看完了。一导演大手一挥，演一下，没有客套话，没有面子工程。两人在3言2语之间就已经定下了试镜。青年甚至没有收拾自己，脸上还戴着口罩，外貌在某种情况下也能成为加分项。
但秦彻不像其他饰演前都要给自己补妆的演员，他只是伸手将脸上的口罩脱下，折好放进外套的口袋里，向前迈了一步，就已经算作是准备完了，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这种品质在一个年轻的后辈身上展现出来，可谓是难得。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一导演给秦彻发的试镜剧本完全就不是一开始定好的那个片段，他直接选择了另一个更考验演员表现力的场景，甚至不顾其他人的质疑和反对，将台本发给了秦彻。双人冲突的戏只有一人来演，秦彻只是个新手，说不定连怎么表演都不清楚，就要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说不忧虑是假的。毕竟秦彻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如此接近玉天角色的人了，要是就这么被筛下来，他们肯定会让人觉得惋惜。不过副导演和李编剧都忍不住点头，在看到秦彻一开始的表现后，他们对他的信心可谓是暴增。青年站在原地，垂在腰间的手猛然攥紧，他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瞳孔紧缩着，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话语似的，发抖的手昭示着他内心的不平静。青年缓缓低下头，出声反驳：“没有那个意思。”他的声音很低沉，却清晰而坚定。众人被他反驳的话语一愣，而青年却没有给他们更多惊讶的机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抬头，眼中已是一片清明。这只是我的立场。青年冷声道。玉天就这样站着，脊背挺直，明明那么的坚定，却又让人忍不住担心会有狂风将他折断。表演的片段很短，情绪流露、处理、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加上这场饰演没有第二方配合，时间大幅度缩短，算上台词和剧本中的沉默部分，堪堪不过半分钟而已。秦彻维持了几秒钟的原样，好让评委们能有个仔细观察他的时间。过后，他便瞬间从玉天这个角色中脱离开来。我的表演结束，谢谢老师们观看。秦彻微微弯腰，李编剧立即回神。过了一会，他率先的鼓起了掌，语气中是毫不掩饰的赞扬：“小彻，你很有天赋啊，你对这个玉天的理解很透彻，对于情绪的把握也非常的到位。吴搭档表演你也很熟练，难道是有人陪你练过吗？”秦彻诚实的说道：“并没有，拿到剧本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练习，但我的队友们给我提过建议。”副导演一愣，随即他一拍大腿：“是啊，秦彻本质上还是个男团的成员啊，他当然有队友，不过在没有前辈指导的情况下，仅仅是依靠队友的建议就能演到这种程度。秦彻果真是个好苗子，说是好苗子还太看清秦彻了，他应该是奇才才对。如果是秦彻，绝对能担得起玉天这个人设，他们就没见过，无论是在气质还是外貌上都那么符合玉天的人。”副导演连忙拍了拍一导演，低声道：“老一，我不知道你什么眼光，要是你还看不上的话，你就等着把玉天这个角色删了吧。”说的话虽然是极端了点，但从试镜到现在，能演得好玉天的又有几个人？要么就是年纪大了撑不起玉天的年轻感，要么就是太过矫揉造作，完全突出不了玉天那种阴郁清冷的气质。把试镜邀请发给一个毫无演戏经验的男团成员，已经是他们的孤注一掷了。玉天的未来就掌握在了秦彻的手上，这个角色能不能留下，在万重山里焕发出生机，就看秦彻一人。副导演决定了，反正我这次可不管你，秦彻我绝对要留下。一导演在他这番说辞下，冷着的脸可算是总算有了松动。他长出一口气：“秦彻，你通过试镜了。”秦彻微微一怔，他放松下来，露出一个笑容：“谢谢老师们对我的认可。”很久之前，他也是像现在这样站着，等着评委们的发话。一句通过，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现在也一样，这次的成功入选是秦彻实至名归。过后，副导演和李编剧还拉着他问东问西，譬如你是真的没有接触过演戏吗？再到你觉得玉天这个人设怎么样？最后还来到了出道几年了，要不要转型演艺圈？可谓是光明正大的想要挖墙脚。秦彻每个问题都仔细的回答了过去。到最后一个问题时，秦彻笑了笑：“抱歉副导，我现在还没有转型的想法。哎，真是可惜，这么个奇才，这颗蒙尘的珍珠将会在万重山中被擦亮，被世人所知。副导演作为发掘秦彻的伯乐之一，也会得个好名声。”他来到一导演身边，嘿嘿笑了两声：“就别藏着掖着了，你也是很开心的吧？”一导演恼羞成怒，推了他一把：“去！”副导演笑着走开，自己这个老友在想什么，他可是最清楚不过，死傲娇一个。另一边，秦彻拖着行李正往房间走去，忽地听见了走廊一头传来尖叫声，是女生的叫声，听起来很是恐惧。秦彻将行李箱一放，眉头微皱，立即朝声音的方向跑去。走廊上，一个戴着口罩帽子的男人正死死地抓着另一个女生的手，两人脚边散落着一捧玫瑰花，花瓣凌乱地铺着。女生惊恐地叫着，不停地挣扎，但丝毫不能撼动男人分毫。男人喘着粗气：“秀苑，我爱你，接受我的心意吧。”他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女生，正要更进一步时，脑袋猛然被一只手摁住，强大的力道直接让他猝不及防摔倒在了地上。巨大一声响，变故来的猝不及防，坚硬的地面和脑袋来了个结实的碰撞。男人被撞的脑袋发懵，还没来得及反应，双手就被反剪到了身后，背上被膝盖狠狠地压下，骨头咔嚓一声响，男人痛苦地叫了一声，彻底没了反抗的力气。女生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男生帮她解了围之后还没停下，他迅速地脱下男人的口罩和帽子，拿出手机就是一顿拍。接着，男生大喊了一句：“着火了！”果不其然，
在秦彻一声喊下，9层的人几乎都聚过来了。他们急急匆匆地赶到现场，见到的并不是火焰和浓烟，而是青年压制着另一个男人的场景。不明所以的人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女生回过神来：“我被人跟踪了，他想强迫我。”指的是被秦彻压着的那个男人。认识女生的人立即站出来：“是那个极端私生饭跟过来了吗？”岑兰道：“对，就是他。”这话一出，众人立即围到了秦彻身边，合力将昏迷的男人控制住，这才严肃地讨论起后事。报了警，等待警察来的过程中，有工作人员在安慰女生，也有人过来问秦彻有没有事。秦彻摇摇头，他的衣服还有些乱，刚刚的动作幅度很大，导致他现在整个人看起来有些不修边幅。拿着手机，秦彻对岑兰道：“我拍下了他的脸，至于他跟踪你的事情，宾馆监控应该能查得到，警察很快就会来的，遇到这种事情绝对要追责到底。”岑兰道了句谢，这下有岑兰和别的工作人员的证词，还有宾馆的监控视频佐证，这个私生粉绝对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那边的秦彻接受完警察的问话，岑兰便忍不住走上前去，深吸一口气，很郑重的道谢：“秦彻，很感谢你能出手帮助我。作为明星，日常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别人用尺子衡量，一旦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所以每个明星都很害怕自己惹火上身。”岑兰知道有些明星是巴不得同行都沾上一身臭水，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瓜分对方的资源，踩着别人的尸身上位。岑兰无意识地抓住自己的手臂，刚刚的恐惧让他久久不能回神。听到他的道谢，秦彻顿了一下，他看着岑兰，然后眨了眨眼睛，路见不平，除了拔刀相助，一声吼也是应该的。岑兰愣了愣，旋即反应过来，对方是在说他喊的那一声着火了。想到刚才秦彻面无表情的叫喊，岑兰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他揉了揉眼角，确实，等我准备好辣椒水和防身用具，以后我可不等着路见不平了，我要10步杀1人。有这么一个会关照他人情绪的后辈，岑兰觉得自己才是被照顾的那方。说罢，他就对秦彻挥了挥手，转身跟着警察回警局做笔录。岑兰选择追责到底。秦彻的手机屏幕忽地亮起，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加请求加您为好友，附带留言：彻哥好，我是裘家石，是万重山演员群中饰演真周一角的演员。他点了同意，对方的消息立即蹦了出来：彻哥好，很高兴认识你。这个语气让秦彻有些幻视墓园景了。他琢磨了一下，回复道：你好，以后请多多指教。担心自己的语气太过僵硬，秦彻还加了个从 LJN 群里顺来用的表情包，猫猫探头。